七夕情人節，閨蜜提議我們兩家去山裡露營。我說孩子太小不方便，而且大雨連綿有危險。丈夫讓我別在這掃興，不去就滾。最後我們還是一起出發了。第二天我察覺到要下大雨，提醒他們下山，可閨蜜不以為然，還要繼續換個地方紮營。最後大雨導致山體滑坡，丈夫抱起閨蜜兒子，拉着閨蜜一塊跑了。結果閨蜜轉頭把抱着女兒的我推下山，再睜眼回到閨蜜提建議的那天。行，你們好好玩，老娘不陪死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遠山哥七夕情人節，我們兩家去南鄉山裡露營吧。李倩的撒嬌聲讓我一下子回過神，我重生了。重生在七夕情人節3天前，李倩提出要去山裡露營的這一天。李倩是個露營博主，每個月都要外出露營一次。她借口這次七夕情人節，要我們和她一塊去山裡露營。蘇遠山想也不想，滿口答應。李倩用露骨的眼神勾搭蘇遠山，曖昧的氛圍快粘成絲了。我心中恨意翻湧，淡淡提醒：最近下雨，會有危險，而且孩子還小，這樣不方便。李倩委屈巴巴，可是我想在山上露營已經很久了，帶孩子們去，他們有個伴，還可以培養他們的自理能力呀。周薇，你這樣老是看着孩子，對他們不好。我嗤笑，鬍子都這麼大了，連筷子都不會用，還得你餵，你管這叫好？話音剛落，蘇遠山直接東西砸了我頭，別來掃興，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，愛去去，不去滾。李倩的兒子在婆婆懷裡鼓掌歡呼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額頭被砸得生疼。我當場絲毫不讓，端起剛出鍋的湯，直接潑過去，轉頭把飯桌掀了，鍋碗瓢盆噼里啪啦落在地上，湯汁流了一地，耳邊全是蘇遠山的慘叫聲。蘇遠山，你敢打我，我給你臉了是吧？我讓你們吃，今天晚上你們誰也不准吃。我拉着女兒直接回房關門，抑制不住地笑出來，太爽了。委曲求全2輩子，我還是頭一回這麼大膽。上輩子李倩跟我們說要去山裡露營，我當場拒絕，被蘇遠山砸了腦袋。我不明所以又委屈。李倩陪着我聊了很久，同一道菜吃了7年也會膩呀。周薇，你得玩點新花樣，這次去山裡露營就是個好機會啊！你在遠山哥面前多多表現自己，表現出你的特長。再說了，要是下雨，我們就離開唄，多大點事。我被勸動了，同意了一塊去山裡露營。最後一語成讖，第2天我發現山上下小雨，把蘇遠山他們叫起來，準備收拾東西下去，結果被李倩直接拒絕。又不是下大雨，下個小雨，瞧把你嚇的。天氣預報上說了，今天會出太陽的。蘇遠山幫着他一塊反駁我，我心中十分不安，覺得不對，說什麼也要離開，可我還是沒能帶着女兒離開。山體滑坡，山頂上滾下大石沙土，我仿佛感到腳下的土地都在震動，然後眼睜睜看着蘇遠山轉身抱起了李倩的兒子，拉着李倩的手跑了。我連震驚都來不及，抱着女兒要走，沒想到李倩竟然還回頭狠狠地推了我一把。去死吧，周薇，早看你不順眼了。我朝蘇遠山呼救，可他看也不看我和女兒一眼，催促着李倩快走。你管他幹嘛？跑快點，讓他自生自滅。我倒在山坡裡，數次掙扎着想要起來，可最後還是死在這場天災中。老天有眼，讓我活過來了。這一次我要保護女兒，
讓蘇遠山和李倩嘗嘗我上輩子遭遇的痛苦。想要牛幹活，就得讓牛吃草。兒子，你回頭哄哄你周薇，都2天了，池子裡的碗都沒能洗呢。媽，你放心吧，我曉得了，哪有女人不幹活？蘇家母子躲在廚房裡嘀嘀咕咕，可林翠那聲音大得像喇叭一樣，我想聽不到都難。不過林翠說得對，我以前就是一頭老黃牛，在這家裡什麼都要做，每天下班回來洗衣、做飯、拖地，沒有一刻是停的。我總覺得只要活幹得多，家裡遲早有我一席之地。可我想錯了，這個家我進不去，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夠好，是因為我太好了，才和這堆狗屎格格不入。我沒理會他們的春秋大夢，帶着乖女兒出去吃。女兒5歲半，長得胖嘟嘟，很可愛。可無論是蘇遠山還是林翠，都認為生個男娃最好。他們天天催着我生孩子，我不願意。安安是我的寶貝，誰也比不上她。怎麼不吃？是不喜歡吃這個嗎？女兒搖搖頭，拿起一個皺巴巴的翅尖遞過來：“媽媽先吃。”爸爸和小虎帶回來給我吃，好吃。我愣了一下，意識到原來蘇遠山很早之前就知道李胡子是他的兒子，還經常帶他出來打牙祭，把吃剩的翅尖帶回來給女兒吃，甚至連15塊錢的漢堡都不捨得買。我以前究竟有多糊塗，連這些都沒發現。回到家，蘇遠山怒氣沖沖走到我面前：“你去哪了？為什麼不做飯？你知道現在多晚嗎？家裡那麼多人，不用吃東西嗎？”我奇怪地看着他，非得等我回來做飯。你餓了你自己做飯啊。蘇遠山，你都30歲了，30歲還要問別人要奶，你不丟臉嗎？蘇遠山被這話刺激到，直接甩了我一巴掌，火辣辣的疼痛在我的臉上蔓延。女兒擋在我面前，哭着去打蘇遠山。林翠抱着李胡子，陰陽怪氣：“女人就得打，不打不曉得疼。”哎，怎麼好端端的就打起來了？李倩假意瞪蘇遠山，白皙的手在蘇遠山的胳膊上摸了又摸，曖昧騷動。我揉了揉臉，緩解疼痛，反手用盡全力給了蘇遠山一巴掌。這一巴掌打得他們都愣住了。林翠反應最快，哭着嚎着：“你這個不得好死的賤貨，你敢打我兒子，我撕了你！”我扭頭抓住他的頭髮，發瘋似的怒喝：“究竟是誰打誰？我周薇給你老蘇家當了5年的媳婦，做了5年的老黃牛，就因為我一次沒做飯，你兒子就打我？好，大不了就一起死。這5年來我一直幹活，人老了，但是力氣大了。”說着，我拖着林翠真过去拿刀了。蘇遠山嚇掉半條命，最後我在李倩的勸說下放開了林翠。掀桌子、打巴掌爽一下，並不是我的最終目的。我要的是蘇遠山和李倩。周薇，你怎麼了？怎麼現在好像變了個人一樣？李倩小心翼翼地抱怨，生怕我發癲把她給打了。我壓下心中恨意滔天，紅着眼睛說：“倩倩，蘇遠山他出軌了。”李倩愣了一下，2隻手絞緊。你怎麼知道？我在他的襯衫上看到了女人的口紅印，就跟你現在的很像。我指着他的嘴巴，面色狐疑。李倩一下子按住我的手，故作生氣：“喂，周薇，你該不會是懷疑我吧？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竟然懷疑我！”我搖頭：“你急什麼？我又沒有說是你。我找不到那個女人，我也不想再老老實實的為奴為婢了。就這樣吧，這日子過不過都無所謂了，大不了離婚。”話音剛落，沒想到李倩竟然很激動地阻止我：“你怎麼可以離婚？難道你就這樣退位給那個小三了？周薇，要真是這樣，我可看不起你。男人不會無緣無故出軌的，
你可以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後天我們一起去山上露營啊，我可以幫你試試它。我去你爹的找原因，男人做錯了事兒還得怪在我們女人身上，真賤啊！我直接拒絕這個狗屎一樣的提議，要去你們自己去，我不去。倩倩，就算是你來勸我也不行。我知道他們上輩子為什麼一定讓我跟着去露營，因為我不在，就沒人任勞任怨地被他們使喚，在荒山野地給他們提供美食。我拒絕了李倩，惹得她惱羞成怒。周薇，你死待在家裡做什麼？我讓你和我們一起去是看得起你，你這輩子就是不懂享受的勞碌命。我趕他出去，我不去，再多話我連你一塊揍。我知道李倩一定會去的，她買了一批露營設備，打算露營做自媒體，所以不會放棄這個機會。她提議我也做自媒體，人設就是家庭主婦，我更新頻率不如她，如今她10000粉，而我還在3000徘徊。她總拿這個笑我，說我除了讀書可以，別的都不行。我也知道蘇遠山一定會被他勸動，一塊去露營。上一世是我提醒你們才有機會逃跑，我要看看一輩子，我什麼都不說，你們能不能逃出這場天災？收工後，我前往幼兒園接女兒，卻得知女兒已經被蘇遠山接走。我怎麼也沒想到，他為了逼我去，竟然用女兒威脅我。等我趕到客棧，女兒正被李胡子搶了漢堡包，在那裡哭。李倩拿着視頻拍，笑嘻嘻的，還讓李胡子把勝利品漢堡拿過來拍個特寫。蘇遠山在死命吃東西，對此情景視若無物。我走過去拍掉李倩的手機，把李胡子那小野種推倒。李倩尖叫：“周薇，你幹什麼？你說我幹嘛？你兒子欺負我女兒，你在這拍視頻，小小年紀這麼賤，是你這個媽教的吧？”蘇遠山聞聲而動，把李胡子扶起來，倆孩子鬧着玩的，你這是幹什麼？我怒不可遏，新仇舊恨湧上心頭。什麼幹什麼？這小野種打你女兒呢？你現在幹什麼？小野種摔倒你扶他，你女兒哭了這麼久，你乾看着是吧？不知道的還以為這小野種是你兒子呢。蘇遠山和李倩面色一變，蘇遠山小聲解釋，還給了李胡子一巴掌。我這不是沒看到嗎？好了好了，我給安安打回來還不行了嗎？我抱着女兒直接離開，李倩還追上來攔我，來都來了，你還回去幹什麼？周薇，小孩的事讓小孩解決唄，你還走什麼？現在都晚上了，帶着安安多危險啊！而且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，你捨得我跟遠山哥單獨在一塊嗎？我扭頭衝他笑，李倩，他要是真跟你有什麼，我就不要他了，也不是什麼稀罕物，誰會當成寶呢？我拒絕他們一塊上山露營，在客棧這邊租了個房子，打算和女兒住一晚。李倩和蘇遠山正在收拾東西，準備上山。客棧老闆勸他們等天氣好再來。李倩指着灰蒙蒙的天槓道：“這樣的天氣還不算好啊，我可是老手了，天氣不好更有挑戰性。”那老闆被無語到閉嘴了。等他們走了之後，我問老闆還有誰像他們一樣在這時候上山的？老闆攤手：“就那2個奇葩唄。”哎，那男的不是你丈夫嗎？你就這樣讓他們2個去了？我笑了笑，我不讓去他打我呀，為了不被打死，他想去就去了。老闆沒想到事實如此，給我和女兒送了一份免費晚餐。可誰也不知道我此刻是多麼的高興。我一夜好夢，看着窗外逐漸變大的雨，露出笑容。媽媽今天很開心。女兒安安抱住我的腿，拿小臉蹭了蹭，我將她抱在懷裡，狠狠吸了一口奶香。是的，媽媽很開心。下樓吃飯，我換上一副愁容，緊張地詢問老闆
能不能派人上山看看？不是我不幫你，是現在很危險。前段時間又打雷又下大雨，山上石頭都……老闆話沒說完，一陣轟隆聲傳來，不一會兒，外頭有個人冒雨跑進來，嘶聲指着外面：“塌了，真塌了！山體滑坡！”客棧裡吃早餐的人都起來朝遠處的山看去，有些人還蠢蠢欲動，想實地看熱鬧。老闆攔了，沒攔住。這些人下着大雨也要跑到外面看熱鬧。我開始思索自己反應是不是太平淡。我把女兒交給老闆幫忙看着，也跑出去。我要親眼看着蘇遠山他們死。救援進行了2天1夜。山上幾塊大石，幾個人合抱也抱不住，最後請了吊車才把它挪開的，以進行搜救行動。可我沒想到蘇遠山他們命這麼大，竟然都活着。蘇遠山腿被砸廢了，李倩完好無損，李小虎腦袋被石頭夾着，至今沒醒。我心中很是可惜，要是蘇遠山死在山上，我和安安以後就能好好過日子了。我把蘇遠山他們的消息告知林翠，對方飛奔過來，看到短短2天時間，兒子變成了殘疾，又哭又鬧。我好心提醒，媽，也是怪我當時攔不住遠山和李倩。客棧老闆當時都勸倩倩了，讓她天氣好點再去，她就是不肯，怪我。要是我當時把遠山留下來就好了。林翠一聽，那還得了，轉身給了李倩一巴掌。我在旁邊好整以暇看着這一幕，這還是我2輩子印象中對方第1次打李倩。你這個賤女人，把我兒子害成這樣，你賠錢。我兒子要不是為了陪你去玩什麼露營，他怎麼會變成這樣？你讓我們一家子怎麼活呀？賠錢賠錢！你要是不賠錢，我就吊死在你家門口。李倩慌了，她也不知道會這樣啊，她沒有未卜先知的異能。林阿姨，這不怪我呀，我又預測不了天災，而且我也是死裡逃生的呀。但林翠怎麼可能聽她狡辯？這老太太瘦了吧唧的，但是勁賊大，把李倩打得鼻青臉腫，那叫一個慘呀。蘇遠山清醒過來，得知自己腿廢了，差點沒瘋，和他媽抱頭痛哭，都怪李倩那個小賤人，要不是她硬要你去，現在也不會這個樣子。以後可怎麼辦呢？蘇家不是什麼有錢人家，蘇遠山花錢大手大腳，這些年也存不到什麼錢。好了，現在蘇遠山已經殘疾了，活幹不了了，以後的艱難可想而知，但顯然這母子倆還沒回到現實。林翠指着我，讓我從今天開始在醫院睡地鋪，方便照顧他兒子。我差點沒氣笑了，老太太還在做夢呢。我嘆氣，媽，不是我不想照顧遠山，你知道他現在就是個廢人了，啥也不能幹。我這要是不工作，你說啥？咱們家怎麼活得下去啊？以後生活費都不夠，你來出嗎？林翠不情不願。那你可以下班了再回來照顧，晚上就睡在這醫院裡，孩子在家，我幫你看着。我怎麼放心把女兒放在他手裡面？直接拒絕，順便提了個好建議。我這邊抽不出空，孩子我自己帶着。至於照顧遠山，誰把他害成這樣，就讓誰照顧吧。林翠又風風火火地去到李胡子的病房，扯着李倩的頭髮，讓他照顧蘇遠山。得知李胡子成了植物人，很有可能再也醒不過來。林翠提起李胡子的次數越來越少，李倩2個病房來回跑，又求林翠給點錢幫李胡子治病。總之亂成一團。後面又過了幾天，不知道李倩用了什麼辦法，竟然哄好了林翠和蘇遠山。我花點錢讓隔壁病床的老太太偷偷幫忙記錄蘇遠山的恢復情況，說是到時候打算給丈夫一個驚喜。老太太十分熱心腸，不收錢。
舉手之勞，談錢不合適。老太太一開始拍得好好的，後面就開始話裡話外暗示我：姑娘啊，你要是工作完了，抽空回來看看吧。哎呦哎呦，真是不知廉恥啊！那個葡萄哦，在他們嘴裡換來換去的，簡直沒眼看嘍，簡直有傷風化。你看這個手在哪裡？最後我拿着ET素材，總算是安心了。我就知道蘇遠山和李倩這兩貨不會讓我失望。為了把兩人出軌證據湊成集錦，我一個視頻一個視頻看，最後竟從中得知蘇遠山幾人打我房子的主意。現在住的房子是我工作後用第一桶金和父母遺產買下的二手房子。蘇遠山在城裡沒房，結婚時用的就是這個房，一直住到現在。沒想到他們住着住着就把房子當成自己的。這個二手房子不大不小，簡單裝修過，按理說賣了錢也不多，但往前就是新的商業街，附近就有學校和醫院，多的是人要。我既憤怒又難受，可我知道隨意和他們對上我落不着好，到時候就算離婚也得脫層皮。我得想想辦法。大家中秋快樂！大家都知道前不久是山體滑坡，砸到幾個人，其中一個就是我丈夫。今年的中秋節得在醫院度過，我帶了月餅，等會兒和他一塊慶祝，慶祝他就要出院了。有家人們提議偷偷錄下我丈夫反應，也行，滿足大家的要求。之前李倩建議我弄的賬號起來了，為方便以後養女兒，我決定多發展其他工作圈。自媒體對我來說蠻輕鬆的，最近一次做了川菜視頻上傳，幸運的是被流量明星評論了一句，以至於那個視頻3天後還買漲讚，如今賬號已經快10萬粉了。蘇遠山現在住的病房只有他一個人，原來的阿姨被家人接過去過節，既然沒別人，病房裡說話的兩人也沒什麼顧忌。你什麼時候說呀？胡子等不了啊，他也是你兒子，你現在也不能生了。胡子是你們蘇家唯一的根，醫生都說了，他昏迷不醒是因為腦袋裡有血塊，得做手術。要是最後耽誤得出了事，我看你該怎麼辦？蘇遠山不說話，李倩就撲到病床上，壓着他撒嬌。直播間已經沸騰了，沒想到一開始以為平平無奇的直播，竟然給他們看了一出這麼炸裂的戲。李倩和蘇遠山在親熱，曖昧的聲音傳進直播間：“你們在幹什麼？”蘇遠山、李倩，你們一個是我丈夫，一個是我閨蜜，你們就是這樣對我的。外頭的病人護士進來，看到李倩和蘇遠山抱在一起，而我滿臉憤怒，大概也猜得出什麼事了。這些人交頭討論，指指點點，就算李倩、蘇遠山二人再厚臉皮，也抵抗不住這異樣的目光。李倩跑過來，也拉住我：“微微，你說什麼呢？”我就去不小心摔倒了，遠山哥扶我而已。我面色漲紅：“你以為我傻嗎？你和他兒子都生了，他一個瘸子連自己都照顧不好，他扶你，他這條腿就是因為陪你去山上露營沒的。以前我從來沒覺得你們有什麼，沒想到你們暗度陳倉這麼久，你們兩個真厲害。”李倩也不退縮，上前一步：“不被愛的才是小三，我和遠山哥早就認識了，你是後來的。”我抓起帶來的蘋果砸他：“那你當初何必把我介紹給他？這是你們两個給我下的套嗎？你們好狠的心啊！”這下子吃瓜群眾討論聲音更大了。我看着蘇遠山，30歲的他已經有些發福，衣領半來開，上面還有口紅印，看起來又油又醜。蘇遠山，我要跟你離婚，我不會幫你們養兒子的。不好意思，家人們，我先把直播關了。我抹掉眼淚，聯繫中介賣房。
這是婚前財產，我自己有權處置。中介表示這個房子位置好，容易賣，到時候會定價高點。我說要3天內搞定，意識到蘇遠山這種人不會輕易同意離婚。我又聯繫了之前看好的離婚律師，抽空見了一面，告訴他如果要打官司就打，畢竟我已經有蘇遠山出軌的證據了。這場直播名場面太多，上了好幾個平台熱搜，一度火出圈。我徵求過阿姨之後，以她的視角把精心剪輯的視頻發出去。緊接着，李倩和蘇遠山的身份有人扒出來，得知蘇遠山就是因為陪李倩一塊去露營才會斷腿殘疾，罵他活該。蘇遠山的工作沒了，本來公司還打算人道主義給他幾萬塊錢營養費，結果看到熱搜後再也沒提錢的事了。李倩受到的攻擊也不小，她辛苦經營的賬號被黑，評論區全是辱罵的話，粉絲雖然漲了，但是全是黑粉。3天後賣房成功，我拿到了300萬。幾年前這個房子才50萬，幾年後漲了好幾倍，屬實暴利。房子賣掉，新房子派人去接管房子。林翠從醫院回到家，看到自己的東西都被扔在地上，一下子懵了。你們这是幹什麼？你們強闖民宅！他拉住人，不肯讓人走。人家拿着房本說：“現在這房子是我的，請你離開。”林翠瘋了。什麼你的？這是我兒子的，這房子是我兒子的。蘇遠山和林翠2個人輪流打我電話，用腳想都知道，他們現在肯定在罵我。我好奇地接了一個，蘇遠山在那頭激動地挽留我：“薇薇，你把房子賣了就賣了，可是我不會離婚的，我們還有孩子。安安這麼小不能沒有爸爸呀。”我直接拆穿：“你算什麼爸爸？孩子被打的時候你在哪裡？你和小野種出去吃炸雞的時候給安安帶了什麼？我告訴你，你要是不簽字離婚，我可以一直打官司，就怕你支撐不起。”掛了電話，我給李倩發消息約見一面。李倩姍姍來遲，模樣看起來很憔悴，臉上還有巴掌印，因為是林翠呼的。李倩說蘇遠山和他媽都在他租的房子住。我冷冷一笑：“你租的房子，難道錢不是蘇遠山給你的？”李倩不說話。我開門見山：“你最好去勸蘇遠山跟我離婚，不然你兒子一輩子就是個野種。這段時間你也不好過吧？我要是回頭，你可就再也沒機會了。”李倩脫口而出的哭訴堵在嗓子眼，她有些不甘地問我：“周薇，我搶了你的老公，你就沒有半點生氣嗎？”我想不通她的腦回路，一個垃圾而已，我不想要還不行。最後李倩還是同意了，這是她唯一的退路。今天是我離婚的日子，大概是怕蘇遠山中途反悔，李倩幾乎是全程跟着他。蘇遠山和我簽字離婚，轉頭又和李倩簽字結婚，周圍另一對離婚的都看呆了。而我拿起手機給律師打了個電話，追究蘇遠山在婚姻存續期間給小三花的錢，這些都是夫妻共同財產，憑什麼蘇遠山兩手一撇就花出去了？追不追得回來另說。我就是看不慣蘇遠山和李倩，我拿到了女兒的撫養權。蘇家人重男輕女，此時此刻估計還想着救李胡子呢。先前怕蘇家人把孩子帶走，我直接給孩子找了個新幼兒園，在那待了幾天，後面直接簽字給錢，把女兒放在新幼兒園裡。我又在幼兒園附近租了個房子，重新在這邊找了個工作，美容店店長，工資不低，有提成，能養得起女兒。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。同事說我年輕了好幾歲，後來帶女兒去吃海底撈，
我看到李倩帶着李胡子和一個男人在不遠處用餐，還讓李胡子喊那男人爸爸。男人和蘇遠山有些相似的面容，一張猴戲臉。我恍然大悟，霎時間全都想明白了。李倩很大膽啊！我永遠記得自己被李倩推下去的絕望，這次也不打算替她瞞着，正打算把消息告知蘇遠山，讓他們狗咬狗食。前同事給我打來電話，你知道嗎？你前夫家裡出事了，你前夫把你那個閨蜜殺了，還給切開煮了。他們母子倆在廁所忙活了大半夜，結果第二天一早給帽子叔叔端了，真嚇人。聽說那棟樓的租戶都搬走了。聽聞這個消息，我在原地愣了好幾秒。因果循環，他上一世害死我和女兒，這輩子若不是我提前防範，死的還是我和女兒。李倩應得的，蘇遠山應得的，他們應得的。12年後，6月7、8號是全國高考。我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看着女兒長大成人。如今看着她高考心願也算完成一半了。媽媽，紮着高馬尾的少女飛快撲到母親身邊。媽，你今天怎麼有空來？我還以為高考結束您都不會來了呢。我揉了揉女兒柔軟的髮絲，溫聲道：以後不會了，媽媽已經把日本分店那邊搞定了。你高考的日子，我說什麼也要飛回來啊。女孩用力搖頭，安全第一，媽媽，以後我們都要好好的，聽我乖女兒的，以後都要好好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